欢迎来到深空之眼年度总结大会，我是上台前被墩墩叮嘱谨言慎行的奥丁。为什么要谨言慎行？大家的潜力远不止于此。很期待风前方出师的那一天。伊邪那美，爱丽丝基加勒。爱丽丝基加勒，我看看，优雅端庄，声音如庄主一样动听啊！这位不是见过吗？響け長き白昼の始まりに。开个玩笑，管理员可不能老是把声优和角色关联到一起啊。言归正传，管理员这一年感觉如何？原初修正者，这种是害。世界展露着它的复杂，你也不断地在探索和战斗中成长。当然，也不用过于焦虑，毕竟修 bug， 我们是专业的。不信你看，自开放同调系统以来，我们的老朋友生魂奥西里斯已然成为最热门的修正者。如今的他不再喊着“少啰嗦，不需要你来教我”，变成了轮椅们。不是，蝼蚁们该说再见了，喊了有19412万060遍，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活跃。如果他能把这份经历，没什么，我们继续吧。在今年的所有战斗中，天元的伙伴们勤勤恳恳，诚心灵光超越潮音波塞冬，成为了新的劳模。由他组成的联协，谢谢你哦，小鹰侠先生，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位列年度联协奥义出战次数第1、第3名，而第2名则由你强任你强，我选哈天地组合拿下。看来重铸奥山荣光，缪斯协会义不容辞。在失序深井中，自号逐日追云大侠的少女力压各路英雄豪杰，出战次数冠绝50。而正所谓流水的输出，铁打的辅助，在热门挑战队伍中，他们就成了可靠的队友之选。在紧张激烈的战场之外，游园街的开放也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这一年，管理员和修正者们一起经营餐馆、打理宿舍，共计获得了1321.68亿枚乐园印戳和32.83亿枚小窝资金。昭约威尔丹蒂是名副其实的包租婆，共计拥有宿舍24万间，而被购买次数最多的家具是绿色植被。净化空气确实有利于维护良好的室内环境。在忙碌之外，管理员热衷于和修正者们打好关系。国常里的新恋故事被反复提及，闻者无不直呼奖励我。在换装方面，最受欢迎的换装分别是海上的思雨、忘川灯影和代班董事。怎么样，管理员？我的眼光和衣品不错吧？快把谢谢奥丁董事长打在公屏上。最后是读评论环节，这是一条来自深空树洞的高赞留言，我看看。换装水手服，组成偶像团队，用爱与希望拯救世界吧。还真是大胆的发言。不过或许可以顺着网线去研发组看看。管理员，我们限时见。Hello，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虫虫的 CV 奥丁。接下来让我用虫虫的声音说话。大家好，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开发团队。这位是文案宽宽。各位小谭，各位问号，各位狐狸，大家好，我是深空之眼剧情组的宽宽。这位是我们的老熟人易大师，美术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深空之眼的比较湿的男人易大师。我们有很多的漂亮的衣服都是他做的哦。对，因为汗流浃背，所以叫易大师。汗流浃背的兄弟。好，后
后面这位呢是我们的策划老师大壮老师。大家好，我是策划铁大壮。美女老师叫大壮，心有不甘。就是铁大壮。策划就是要这么硬核才行。策划是这样子的啦，厉害。好，最后是我们的老熟人中的老熟人，茂铃铛老师，产品老师。大家好，我是茂铃铛，我是那个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喊打的茂铃铛。没有人喊打，大家都很喜欢你的小作文。我们这几个不会打，玩家会打我。场后偷偷打。每次都给我们发福利的猫老师。对，在这里也感谢哔哩哔哩直播的大力支持啊！好久不见，先送大家一波小福利。好，那么2周年到底为大家准备了些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段 PV。如果能回到10年前，你会做些什么？在这里，你能返回最初的家，完成那份未了的承诺，寻找过去的自己，一起体验开心的事。但是，那些不应重现的过去也会追上你，是你不得不接受这份令世界崩塌的真相。凡是过往，皆为序曲。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结束这一切吧，再无所言。找到你了，威尔丹蒂。想要保护属于你的现在，就必须接纳真正的自己。嘘，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命运的细丝缠上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换一种方式遇见彼此。哇，这个信息量是有点大啊。是啊，是。我看下来就觉得我很震撼。那我要问问看各位在座的各位，你们是有什么想法？一个个来吧。我觉得主线剧情的舞台呢，回到了我们梦开始的地方——爱因索菲。不过既然是2周年版本，自然不是简单的一个回归哦。我们将来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叫做莫兰德的小城。那细心玩家朋友应该在威尔丹蒂的星链档案中看见过这个地名。那里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那莫兰德它位于爱因索菲我们的核心城的西南方向，是一个三面环山的海滨城市，阳光充足，气候宜人，跟厦门差不多。那我想知道，就是刚才我有看到像有一个没有见到过的坐在病床上的那个是那个是可以稍微透露一点嘛？因为这里其实我们会这个就是讲述威尔的童年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个章节所要重点展现的部分之一。然后刚才那个可以看到的那个少女呢，是他童年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那其实细心玩家可能也会在他档案中有看到过他名字啊，就是他小时候的病友塔琳娜。那其实这是我们其实也是我们这次直面会的主题，致过去的我们这个主题的由来。所以威尔他是回到了过去。严格来讲也不是，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穿越啊，它本人所在的时空在物理意义上是没有变化的。那我们来说说，就是刚才那个 PV 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托特他出现的一个场景，那他的身世是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个我来介绍一下好了，因为他是我们3.0这个版本的2周年版本的这个主要角色嘛。他是科尔盖的重大犯罪对策部的行动组长，然后他直系上司就是我们熟悉的帕拉凯瑟，大家称之为坏女人的帕拉凯瑟。然后他跟这个殖民之线当中有露过脸的夏斯瓦特的弥留岩老大梵天有着一个合作关系。不仅如此他在
就是管理员失忆之前，和我们的管理员有着秘密的合作关系。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管理员失去了过去的记忆。不过细心的玩家可能有印象，在管理员在失忆之前，有一位叫做秋的笔友。其实这个秋的真实身份就是我们的托特。对，对，管理员在失忆前呢，在一位我现在不能说名字的神秘人士的这个牵线搭桥之下达成了合作。两个人交换了很多秘密的情报啊。但就在他们要见面的时候他们刚刚见完第一次面之后，管理员就被弑害袭击，然后失忆了。所以现在托特只能就是暂且搁置他的一个计划，对管理员现在目前是处于暗中观察的这样一个状态。而管理员也想通过和托特的接触去寻找关于自己的记忆的一些线索。那威尔他回到了过去的10年前，管理员到哪儿去了呢？同一时间就在威尔他回到过去跟过去的自己以及过去自己的重要的朋友见面的同时，我们的管理员其实这个时候在替波和内里的修正者们一起解决替波那边的危机。我觉得可以说两个人，一个是为了现在，一个是在为过去而战，而他们的命运轨迹终将在未来交汇。那怎样交汇？感觉这会是一个很燃的一个过程。对对对，就2条线在并行，然后到某一点再交汇。对。但更多的细节是不能透露的，就是大家可以在剧情公布之后去进行体验。好，不着急，待会儿有的是时间拷问。不过我可以透露的一点是就是为了让这次的这个故事刻画更加的细腻，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剧情团队，我们的音乐团队跟 CG 动画团队也是为了这次的剧情加班加点，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也觉得这次的音乐跟动画做得非常的棒，对，所以希望大家到时候也能喜欢。同时，这次我们在剧情选关界面演出形式以及叙事方式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很多的新的小尝试，希望可以给观众们带来更丰富的剧情体验。刚刚都已经听到了，确实很棒。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托特他是一个新的角色嘛？对。他有什么有特色的一些外形吗？讲回托特的形象嘛，托特刚刚也有讲到，他是一个非常成熟并且训练有素的特工嘛。那他特工肯定是需要有身怀绝技的，对。然后不光是身手敏捷然后还有善于伪装，甚至高效精准的收集相应的信息，并且将信息传输回总部进行分析的能力嘛。那同时呢，能够呈现出一些清冷飒爽的感觉，肯定更好了。然后因此呢，我们为托特设计了一个比较简约并且干练的外套，搭配比较能够凸显身材的战术束带，然后同时还有一个高筒的皮靴，然后皮靴侧面还能看到黑丝黑丝可以看到。这个是合理的，因为要作为一个特工嘛，他就经常会接到很多不同的任务，然后装扮自己，那还是要保持皮肤跟服装的接触面有一层隔绝，不至于会损坏皮肤的质感。对。然后这整套服装呢，让他在整个战斗中，或者说在出行任务的时候，能够更轻盈的穿梭在人群之中和跟敌人进行战斗嘛。那同时托特也有一个骨传导的一个耳机，然后配合头上的这个白鹭苍鹭的一个饰品，然后它就是用来接收信号，然后并且将信号传输给总部的一个装置嘛。随时工作。作为训练有素的特工嘛，托特必须也是需要随身携带录音设备然后监听设备。那在盖亚世界中呢，声音已经可以被一种叫做超韧性的丝线所记录，然后这些丝带其实就是托特的全钥。那托特也像老师刚才说的，结合了这些丝带的特性，将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服装，然后让自己在战斗的时候可以实时的应用上。然后通过操纵这些丝带，它可以操纵臂甲上的一些飞刀进行攻击。当然，在战斗中，它不一定只是遇到一些臭鱼烂虾这些小喽啰，它也会遇到那种比较棘手的高端的大 boss， 或者说一些很强力的敌人。那这个时候，它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丝线了。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暴用形态。暴一点什么？对，然后将丝线都充分利用起来，对，然后能够打倒更强力的敌人。然后，当他这些通过丝线制作的这些服装
退去以后，我们不用说爆衣嘛，退去以后，它的那个真正的形态才会展现出来，那就是一个非常修身、更加体现身材的，更加体现身材的不是方便行动，对，方便行动，方便作战啊，方便完美完成任务的一套作战服，对，包装的，拉回来了，对，不愧是产品老师，产品老师差点汗流浃背。我已经在流汗了，在现场，在现场。来不了一点。刚才看到一段托特非常厉害的打斗，想要听大壮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打斗有什么玄机？托特是物理属性尼罗阵营能量型远程输出角色。我们将托特的3条神格分成了对单、对群、辅助3条线，使它能够适应各种战局。在战斗机制中，我们引入了动作迟缓的控制机制，能够给敌人施加不同程度的动作迟缓效果，速率最大可以达到0，来模拟对敌人时停的控制表现，而且是可以对 BOSS 生效的。在战斗中，托特释放普攻最后一段可以解锁1、2技能，通过释放1、2技能凑齐2个印记后释放3技能，造成爆发伤害的同时控制对方。当托特能量攒满时，可以通过长按普攻技能来进入千丝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托特的所有技能释放频率、伤害和效果都会得到提高。而且，托特和母狮子的连携奥也非常强力，它不仅能够恢复全队的血量，还可以为全队的技能和属性增加伤害。哦，好强力啊！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另外有个问题，我刚刚有看到威尔好像有黑化。他肯定会经历一些东西啊，经历足以让可能心智不是那么坚强的人黑化的一些事件，但是我们的威尔能不能够顺利的，就是经受住这场考验来实现他的一个成长，也是我们这个剧情当中的重点部分。当然，这里我们可能就不能够细讲了。明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S 威尔也有了一个新的形象。那新形象的一个设计理念，我们想请易老师来说一下。作为威尔丹蒂的新形象，我们希望给玩家呈现的是他经过重重磨练，然后成长为一位强大的剑士的一种感觉。因此在他的设定上，我们可以看到黑色厚重的盔甲，然后以及胸前被四海所影响的形成的一个烙印吧，然后加上特殊的灵手设计，那整体感觉呢，让大家应该想呈现出一种威尔丹蒂越来越强大了，然后经过了很多不同的锻炼，对，完全不一样了感觉，而且还是异色瞳。对。然后整个形象都成熟了不少。虽然元气的威尔我喜欢，但是这样的威尔我也很喜欢。是。那我们接下来想要问问那个新的威尔，他的战斗方面会有一些怎么样的设计呢？想问问策划老师。暗耀威尔是一位光属性的近战输出修正者。为了平衡体内的2股力量，暗耀威尔能够以意志驱动他的时序之剑，在战斗的过程中积累破晓值。当破晓值充满后，可以进入裁断状态。在裁断状态中，威尔可以进行部分攻击的同时，换出由神能构成的持剑巨臂进行协同攻击，造成额外伤害。从设计思路上来说，我们将昭月的连招与旧式的防御反击融入到暗耀威尔的核心机制当中。在战斗中，玩家可以根据按键点击的时期，进而派生出2种不同风格的招式进行攻击，形成一套独特的连击系统；又或是通过格挡抵御敌人的攻击，并寻找恰当的时机进行反击。作为光属性的主 C， 暗耀威尔能够与光赫拉组合，使用强力的连携奥义，为全队提供附加伤害加成以及机制恢复等其他效果。管理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配对选择。好，那刚才我还看到有个人跟威尔对掐，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怎么还对掐上？这是我们这个版本当中的这个BOSS， 那他叫洛肯，他其实跟以前我们的敌人不太一样，他不是四海，他甚至可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必须要去打倒的一个敌人。那他可以说是一个身世非常复杂，然后对自己充满信心，但是又充满迷茫的这样一个还在成长当中的孩子吧，我可以这样去定义。就是每一次的
新练的一些内容，我也都觉得非常感兴趣。就是在新练的一些内容上，就跟主线的剧情有很大的区分，就是主线就比较严肃一点，那么新练的话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啊，有的比较暧昧啊，有的比较有趣啊、搞怪啊什么的。那我们请文安老师、宽宽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新练故事吧。对，这个2周年的版本呢，我们也同样除了主线剧情以外，为大家准备了2部新练剧情跟1部新练缔约剧情。另外深空之眼也陪伴大家马上2年整了，有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管理员，也有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暂时离开了深空之眼的管理员。那对于这些有段时间没有登陆大眼的管理员呢，其实驻守在深空之眼的修真者们一直在等待着各位的回归，并且他们一起合计着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请一定要回来看看拆开这份修真者们亲自准备的惊喜。快点回来哦！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哦！回来哟！然后除了此以外呢，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我们周年的大版本嘛，那除了主线剧情跟新练剧情以外呢，这次的周年版本我们还准备了1部支线剧情，跟主线剧情同步更新。那支线剧情的主角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托特。这部支线剧情呢，除了会讲到托特这个角色的故事以外呢，还会有一位故人跟大家见面。对，这位故人大家一定是想念了很久也想念了大家很久的一位故人。对，但是呢，他只是露一面而已，大家可能也不要太过期待。只是他预期很高了。对，我控制一下预期好吗？只是他新的旅程的一个开始而已，这次只会展现一个开始。听说我们这次3.0的皮肤也设计得很有搞头，是不是让大家口水直流呢？那我们来问一下美术大佬易大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托特的这套半身礼服吧。就像前面说到，托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他必须要善于伪装。那出席晚宴这样的活动，可能也是一种特殊的任务嘛。那托特理所当然也会对自己做精心的伪装打扮，我们可以叫它打扮。那这套礼服我们以天鹅主题设计了短款的宴会服，在礼服设计中和战斗特效中都融入了非常多的羽毛元素，大家待会也可以看得到。那后腰的下半部分呢，也设计了一个较长的这种拖围，然后有突出一些优雅啊、华丽啊，还有一些端庄的一些效果吧。然后搭配较为深色的丝袜，这也是为了让自己伪装的更加正式，对，专业，对。然后在色彩搭配上呢，美术同学也做了精心的研究，然后以黑白色羽状交织为主题和衣服的裁剪去做了相应的设计。白色部分呢，理所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天鹅作为主题嘛，那白色指的就是白天鹅了。然后主要突出的是更加高贵、优雅，还有圣洁的感觉。那黑色部分理所当然的就是黑天鹅了，那呈现的是孤高还有神秘的感受。外表优雅，内在相对来说更神秘一些，这也印证了托特本身的一些身份吧。是的，在出任务的时候，哪怕是宴会，可能也会遇到棘手的敌人嘛，那托特肯定也会提前做准备嘛。那这套衣服其实也是根据这个磁带来进行编织的。对，托特全力战斗的时候，他还是会爆开的。这个才是要强调吗？对，纯粹的。快端上来吧！光说不要说了，我要看，接下来就看吧。对，那我们大眼在1.5周年的时候推出了换装场景交互之后，起初其实研发这边也挺担心说玩家的一些期许和那个关注度，会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不一定能够接受。那我们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啊，然后群啊，都有看到大家一直的关注的点是什么，以及大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那还好，其实我们感觉到玩家对这块的比较喜欢的，对，相对真的是比较喜欢的。其实这个我补充一下吧，就是大家去反馈自己喜欢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至关重要。对，当然平时大家有吐槽需要我们修改的地方，我们确实也看，也在吸纳。对，但是大家表达自己喜欢的，会让我们加码
对，就是在这个力度上，其实就有点用力过猛的意思。是的，是的，对，所以大家都很希望大家能够处我们的角色，把自己的处力表现出来。对，没错这样的处力就会转化成我们的生产，也会转化成我们生产，转化成我们的力量，我们也会在这上面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对，去处理这些事情。做一个听话的游戏，对，听劝的，是的，听劝，是的，对。因此，我们也理所当然的在这个场景交互上面，交互场景上面增加了更多的资源投入，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更有故事性、更有连续性的一些表现，让大家更有代入感。不说这么神秘啊！这一次我们在2周年的时候，其实给大家准备了4套的这种交互场景内容，大家也可以一起看一看。对，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吧。比起流于形式的宴会，我还是更享受和你一起。今天的时间，我预定了哦。啊，琴谱。谢谢你。想来试试？这里应该是……感觉怎样？哇塞，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就刚才易大师的描述当中，我有一个大概，但是我已经觉得已经非常漂亮了，没有想到在看了实际的片子之后，觉得还能更好看，哇，真的很厉害！就是代入感或者沉浸感真的非常强。在这个交互当中。对，刚才在看的时候已经在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衣服，真的很好看，非常优雅。就会觉得真的是自己把琴谱捡起来给到托特哦，是，然后也会是真的觉得说托特在教自己弹琴。接下来我们其实还是有其他的内容给大家一起看一下，就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来到夏斯瓦特嘛，那就是这种异域风情的地方。那大家在这个地方呢，看到这个环境，最先想到应该是啥？你们觉得会是什么？夏斯瓦特这个地方可能会想到一些像西域啊。西域，对西域，然后异域风情，对异域风情，对。你呢？异域风情，直接把你考虑说仔细一点，因为异域分很多地区嘛，就可能夏斯瓦特会比较跟西域，然后一直到印度那边的这个风土人情比较像一点。没错，我跟你们一样。赶紧揭晓吧，到底是哪个人？我可能更多，我们设想的更多的其实是舞娘。舞娘这个职业，那说到舞娘，我们不得不请出来自虚衡的这位娘，有什么就是娘是吗？来自播不了了，来自虚衡的医师大夫，对，灵光，我们这次为灵光设计了一款比较符合夏斯瓦特这块异域风情的一款皮肤，对，我们使用偏红色的布料和纱。这个材质作为服饰的主要的表现手法，然后在裙摆上绘制了佩斯利花纹这一块，以及结合了一些蓝宝石的点缀，让异域风情让异域风情更加突出嘛，对不对？因为有些服饰我们还是要设计的相对比较清凉一些，然后合理的，对，合理的。这是为了排汗哦，不是没有其他的作用。对，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一些动机。那为此我们也为灵光做了单独的交互，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块视频，看一下。我虽有学过一些舞蹈，但总归不那么熟练，就只给你一个人看吧。你还真是执着，那就一小段哦。
如何？可还喜欢？外面的天气现在，也没有什么人，看起来还能和你再待一段时间呢。确实非常漂亮，就很有那段舞蹈不错吧？对。其实还有2个新推出的那个主题交互场景。这次我们将这2个角色放在同一个环境下去演出。其实是想让大家能够更明确的感知到这个故事的延续性。对，明白。然后就比如这次，因为更成 OL 的皮肤其实也受到玩家挺多的喜爱吧，因此我们在更成 OL 皮肤上做了一个新的主题情景。对，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吧。要回办公室，我的会议正好结束，或许可以同行。在想什么？领带歪了。这样才好。这套衣服总觉得有些不合身。这就是办公室的主题啊。没错。跟我们社畜的每天生活状态非常的像。随着办公室主题的建立，这个主题 play 慢上情景主题慢慢，不好意思啊，情景主题产品听到我说这个，他心脏每次都咯噔咯噔一下。情景主题不断的扩大，会有更多的同学加入，更多的修正者加入我们的整个 OL 体系下。当然，我们还会再拓展更多其他不同的体系。那我们除了庚辰之外，还会遇到谁呢？对，在办公室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人员。这次我们肯定推出的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前辈英昭。对，在设计方面，英昭也是沿用了短款裙子。OL 裙加上衬衫的这个基础款式，然后就是英昭上半身其实是偏无袖的，然后为了凸显英昭的手臂线条嘛，让这个手臂线条更加明显，然后松垮的领结也不经意透出英昭是比较一种慵懒的感觉吧。对，而英昭在这个场景也是有不同的交互，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马上就要下班了。这几天林玉不在，晚上有空的话，来家里一起吃饭吧。今天的工作差不多就这些。那个，没事。这个季度的合作预算，这里似乎应该还有一些上调。还好没有洒出来。管理员，那个要来点吗？感觉怎么样？我可以补一句吗？我感觉英昭刚才的这样一些互动的表现啊，就让我觉得跟他就是这个情景以外的一些表现会有一定的反差。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好好体验的东西。就是可能其他地方的英昭会显得非常的干练，对，然后比较的滴水不漏。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刚才在很慌张的挡屏幕，然后会把咖啡杯打翻，这是一些就是可能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对，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的一些东西。是，这也是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想象力和想象空间。其他的生活的小片段，对，没错没错。包括屏幕前的玩家们，如果你们有想看到的一些场景、情景，也可以提出意见。
对，没错。我们很听劝的。回到咪咪尔社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对，当然除了我们的 OL 皮肤，然后情景之外，我们再给到那个我们新的威尔丹蒂形象也设计了一个新的皮肤，是一套白色礼服、骑士礼服的这种方向的皮肤。哦。然后不同于原来的感觉，原来是那种比较阴郁厚重的盔甲的那种感觉，我们这次给威尔丹蒂新的皮肤应该是偏向是王道。然后偏向是比较圣洁的那种感觉，然后威尔丹蒂在这套皮肤下面，其实我们加入了鸢尾花，还有一些枫叶元素，然后融入到它的盔甲中做一些点缀，然后又加上威尔丹蒂本身是光属性，那可能更加就突出的是一种守护的感觉了。当然，为了增加我们加上了这些场景 play， 大家都可以在很多近距离的情况下去感受和看到修正者真实的感觉。那我们为了能够让这个感觉更加突出或者更好，然后整个感受更加舒适的话，我们在 3.0 对角色也做了很多的调整，比如说在材质上进一步的效果的提升，突出更多的质感，比如说金属感啊，然后一些皮质啊，然后一些其他的纹理感受，然后不光是材质和质感上面嘛，然后贴图的清晰度上面，我们也做了相应的提升。同时，玩家吐槽的角色泛白这个问题，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对，大家后面可以期待一下。对于情景的交互，然后角色的表情传达，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嘛。对，然后因此呢，我们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这种表情和情绪的传达，对角色的眼睛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然后，我们因此加上了根据实时光源计算的一些眼睛高光的表现，然后让玩家在看到的时候，角色能够情绪传达的更加明确，并且更加生动。这一方面的提升，不光是在我们的情景交互上，在我们的 CG 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CG 也可以看到，角色有越来越多更好、更能体现角色性格以及当下环境因素影响他的情绪所带来的表情变化，都会非常非常。剧情动画这一块的表现力提升确实非常明显，这个我可以作证。可是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得不到，能不能有一些唾手可得的东西，现在就给我们？也发点福利给大家嘛。好。听说我们2周年这次会有一些新的玩法。大壮老师能不能说一下？大壮老师稍微透露出一点点给大家吧。在2周年版本中，管理员等级上限将调整至100级，同样的，修正者上限也将调整至100级。在进行等级突破后，修正者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强化，可以对技能进行属性强化，获得额外的属性伤害提升。对应新的修正者养成，我们也推出了新的玩法迭代校验，来替代原有的失序升级。这就意味着 3.0 版本开始之后，失序升级将会从原本的挑战玩法中剔除。不过管理员们也不用担心失序升级的奖励会有所缺失，我们会将它调配到其他玩法中去。在全新的挑战玩法迭代校验中，将会产出用于修正者突破和技能属性强化的养成材料。我们在这个玩法中设置了不同梯度的实战场景，管理员们达到指定等级就可以解锁。以及随着梯度的加深，敌人的实力也会增强。管理员们可以根据场景、战场环境来组成合适的队伍进行挑战。另外 3.0 版本我们还推出了新的玩法危机预演。在该玩法中将强化管理员进行布局和指挥战斗的视角。系统将提供修正者队伍和战术支援技能，修正者们会自动进行战斗。管理员们需要合理调配各个波次的修正者队伍，并在合适的时机释放支援技能。在休整期间，合理分配战略点数，升级队伍，然后解锁战术支援技能。这些支援技能种类众多，效果拔群，不过使用的后期很大，大家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斟酌哟。这个玩法看起来很有意思。是。没错，而且正值周年之际，我们也准备了周年回顾活动，10亿铜铝。管理员每日完成任务可以收到修正者的赠礼，还可以前往咪咪尔乐园游玩各项设施，和修正者们一起回顾过往1年的点点滴滴。自推出后载玩法以来 ，QQ 们的修正者们也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也有许多大神们制作了相当精良的舞蹈视频，也深受大家的喜爱。现在你们不要再打了，要打去练武室打。
我们将在后宅推出全新的斗舞玩法，大家可以邀请好友或者匹配其他管理员们来一局轻松愉快的斗舞，不需要你们的操作。Q 版修正者们听到音乐后 ，DNA 就会不自觉动起来。在该玩法中，除了可以获得家具币乐园硬戳外，还会掉落部分 S 修正者的情报。听说这次 UI 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吗？就针对世界观的方面，我们补全了修正环的概念，属于表现范围最广的一个改动。它是贯穿全局的元素，涉及到界面表现，如眼角按钮啊、提升反馈弹窗啊、作战关卡啊等等等等。然后引入了伊托比尔轴、观测者、算力的概念，围绕着核心的概念进行构建，用有规则、有仪式感的画面来提升氛围。那在养成的界面上也会有变化喽？对，养成界面上这一次是一个比较大的模块，大家比较能实际感受到的，完整的模块，它有分几个小的细节，我拆开来说。本次的方向是以修正者为视觉索引进行展示的，随着修正者的姿态变换，提升代入感和沉浸感，而不是单纯的展示文本信息。希望表达出不一样的氛围、情绪和画面张力。那养成的子系统呢，将围绕当前角色去建立交互空间，以角色为索引做一些贯通式的过渡或者切换，减少弹窗或者跳转带来的打断的这种感觉。那么在技能培养界面，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增加了一套独立的修正者动作和机位，尝试用镜头语言代替过去的弹窗形式，增加顺滑程度，突出培养过程的趣味性的同时，也优化了操作路径，使其更加简洁高效。全药养成的界面在设定中，药丛可以依附于全药之上，为修正者提供力量。所以我们在一级界面为两者做了错层设计，使得药丛从例会和全药可以同时展示，并简化了右侧的信息区，将全药和药丛的强化分为两个独立的路径。刻印和跃迁是大家较为频繁交互的模块，那过去这个理解成本比较高，我们对弹窗层的数量进行了优化，同时突出刻印和跃迁两面一体的概念，更多的利用远近景的切换手法，强调这个整个形体，它叫中继之环，强调中继之环的整体性，并在切换的过程中表现中继之环的整体和局部的细节。在神格的部分，基于神系在世界观设定下的重要定位，我们对构图整个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希望借助神格模块表现出更强的威压感。在芯片模块，我们通过引入管理员的手部这样一个形式，将管理员通过手环装配芯片和修正者做连通感的这一设定进行了表现，更凸显管理员和修正者紧密的关系。哇，那真的是改了很多东西。对，这里面思路还是比较多的。对。那除了这个养成系统之外，还有没有可以透露更多的一点点？其实大家到手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就是除了养成系统之外，我们对换装系统，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很多换装的内容嘛。换装系统相关界面我们也针对性的进行了优化，让这个界面更加直观的可以展示修正者的魅力。然后比如说额外的内容的，就是 DLC 内容的预览，然后对展示方式进行了一些优化，升级了视觉上的表现。然后挑战玩法的选关界面，我们也做了结构上的调整。由于过去这个页签的数量比较多，其实现在仍然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就比较不好操作。然后我们使用了更加快捷、更加直观的交互方式，支撑去页面的信息。然后章节选择、战斗结算、商城、探测、同调，很多界面我们都进行了优化和换新，同时对控件的用法进行了规范，让通用的弹窗表现更统一，保证交互习惯一致。这个主要是试着降低学习成本。那真的是，几乎都很多东西都改掉了。对，看起来是全部都是换新的样子。但是这个里面，就是本次 UI 的整体的调整规模是比较大的嘛，就像崇崇老师说的一样，
我们实际上涉及了578个部件的全部进行了调整。这是虽然我们开最轻浮的玩笑，但是我们确实是在干最狠的活。对。然后我们本意是有些早期做的不太好的地方，然后这一次整得更讲究一点。然后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试着去兼顾这个新老管理员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但是客观情况下就是降低理解门槛的同时，优化了交互逻辑的同时，也会涉及到老管理员们用了2年的东西，对，确实会有一些调整。它可能变得更合理了，但是可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如果大家对这个实在用的不舒服，觉得不顺手、难用的地方，可以继续提意见。对，我们会专门在米米尔社区开一个帖子，收集大家的意见。那我们这个 UI 不会说只是现在放出去一版就一直强迫大家使用，我们会继续迭代的。对，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可以看得出研发组非常用心，很有诚意。游戏的图标好像也发生了变化。对，我们在2周年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对游戏的图标进行了换新，然后形象依然是陪伴我们最久的威尔丹蒂。本次设计的思路是希望用威尔标志性的这个剪刀手，去还原这样一个元气少女的形象，然后给管理员传递更积极、充满希望的感受。虽然盖亚世界这个多灾多难，但修正者们总会与你并肩作战，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大家的和管理员羁绊、爱与希望一定会带去继续前进的动力。是的，希望大家也都支持。多多支持。那今天呢，我也是要替社区的玩家们鞭策我们的产品老师。除了 UI 之外，还有什么改了？当然，比如管理员们反馈比较多的刻印问题，此前仅在当期的活动玩法中产出，这对于许多管理员的养成造成了阻碍。于是自刻印复刻的时候开始，我们将限时刻印改为例行在每个版本的活动关卡中掉落。但是从 3.0 版本开始，在活动关卡新增刻印的同时，我们也将陆续把部分刻印从活动关卡掉落中移除。这个移除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常驻的物资刻印关卡中可以获取了。那这一部分被置入常驻获取的刻印将能够进行熔铸。那么比如在 3.0 版本，极天之主和不死的玄鸟这2套刻印就将加入常驻获取。好。这个后续还有一些，我们也收集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入职活动，其实对于新入坑的管理员来说，入职活动的课程原先这个阶段不是特别清晰，比较混淆。对。那我们将进修企划现在分为进修、高阶、专家3个阶段，给萌新提供更清晰的成长目标。那这部分增加的奖励呢，我们会顾及到之前老的管理员，因为他确实也没拿到这一部分东西。那我们会通过邮件补发的形式，给 3.0 更新之前就注册的管理员，也把这一部分额增的部分发给他。那除了以上提到的优化之外，比如说游戏占用的储存空间过大，然后战斗特效光污染易大师在努力中。我们也在着手进行调整。再改了，咕。这个确实是在动了。对。那大家一直想要了解的 PC 端的进度怎么样了？这个问得很关键吗？问得很关键，也是我们过去1年比较重大的工作项之一。对，这个管理员们对深空之眼 PC 的进展一直非常关注。那目前我们的开发基本算是接近尾声了哈。对。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稳定性测试。那么根据当前的进度，预计我们的官方模拟器可以在 3.0 版本前后向大家开放测试入口。官方模拟器与当前的移动端是互通的。那么官服和 B 站的账号均可以登录。那么测试期间不会开放充值和新账号的注册，具体上线时间、下载安装方式将在后续通过公告的方式通知大家。那关于 PC 上的改变呢，易大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为了在 PC 端上，应该叫 PC 上吧 ，PC 上做表现上的提升以及性能上的提升，对跟
技术部门呢，对渲染管线进行了比较大的调优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也耗费了我们挺大的时间。在3.0版本的官方模拟器上，我们将大量的场景重新进行了制作，全部重做。对，基本上是全部推翻重做。然后在场景的技术上面呢，我们从原来的烘焙光改变成了支持实时光的投影的一种渲染表现，让整个场景表现出来的氛围呢更加的真实，更加具有表现力吧。对，然后同时呢，大家其实也一直吐槽我们的整个抗锯齿的表现，我们也进行了调优，从移动端的 FSAA， 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速抗锯齿，调整为了指向数增强的抗锯齿，就是 FMAA。但这个是在 PC 端上的功能。对，这是在模拟器 PC 的整体性能会强一点嘛？整体性能，因为搭配我们优化完的渲染管线以后，它会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使用。对。然后同时采用了 SMMA 以外，我们还搭配了降低 TAA 的同时降低 TAA 的一些抖动，以及在材质描边的抗锯齿上面呢进行了优化和调整，让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描边锯齿状和断断续续的感觉会更加减弱一些，然后降低整个闪烁的感受。然后同时在官方模拟器上，管理员也能够在低分辨率的屏幕上去玩到高分辨率的渲染的整个画面感受，提升整个视觉体验吧。对，然后因为渲染管线的整个调整也是在我们去年一整年花费了挺多的时间嘛，但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体，我们陆陆续续的也在往上面去增加新的功能，甚至去尝试做带来更多新的好的体验吧。有具体一点的也可以说一说就比如说我们已经在尝试或者说正在准备去进入最后阶段时装的有我们的体积光、体积物，还有新的光照烘焙系统，然后以及反射效果。我们也会在今年尝试去对主角做一个主角修正者上面去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包括主角的模型材质方面的不管是叠加还是纹理的提升，这种纹理提升跟刚刚说到纹理提升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概念，然后以及头发效果上的绘制提升，或者说脸部建模的提升，然后还有让更丰富的表情能够在我们的战斗或者说在我们的展示搭配产品同学刚刚所提到的 UI 上的展示，去做更丰富的表情和整个情绪输出嘛，情绪的传达，对，张力，提升角色的表演张力。对，其实 PC 端确实从性能上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对，之前在手机端上我们也有提到过，就是有一些性能上有一些限制，也怕大家玩着太烫嘛。对，就是这个我们确实做了一些限制，但是在 PC 端上我们就可以更奔放一点。对，那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第一次在 PC 的环境下进行开发。对，所以就是也比较缺乏经验吧。技术确实也不是特别成熟，那画面表现啊、操作体验啊，可能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这个等我们官方模拟器正式开放之后，也希望收到管理员们反馈的建议，帮助我们进行持续的优化升级。对，除了推出官方模拟器之外，我们也进行了服务器架构上的调整。那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是2.0版本的时候，有许多这个老管理员回来玩，也有许多新管理员加入。那这个时候就是对我们的当时的这个服务器的在线人数就是逼近了上限，然后对服务器整体的结构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那为了防止今年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还有官方模拟器 PC 上面有新的用户，包括老用户会去玩嘛，那我担心出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服务器上做了一个调整，就是我们开放了一个新的服务器叫蒂卡拉，那之前的服务器就命名为爱因索菲。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为了减少这个整体的压力，大家可以选择，就新老管理员都可以选择，就是在蒂卡拉创建新的角色，也可以继续回到爱因索菲玩自己之前的角色。那么有一个情况，有一个规则，就是已经在当前服务器爱因索菲创建角色的管理员，如果去蒂卡拉创建新角色的话，这个服务器之间的数据其实是没有不互通的。然后蒂卡拉这个新服务器，它游戏版本的进度跟现在是一致的，
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OK，那卡池方面会不会有所改动？对，有变化陈老师这个都是一针见血，专业的一针见血。对，最关心的问题。对，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我们也在卡池的安排上，也看到一些问题。就是为了能给这个新的管理员提供一些帮助，也给老管理员，一会儿我会提到，就是同时一直就是如果他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玩过来，那么他们也会需要补充自己修正者的队伍嘛。那我们在 3.0 版本上会进行一项比较重要的这个卡池改动。此前呢，我们收到不少反馈，在不同版本入坑的管理员，虽然享有在修正者共鸣常规探测中40次必出 S 的这个新手福利，但却经常遇到当期 UP 的修正者类型对于开荒阶段帮助其实是有限的，那个时候他就不太好上手。对，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新版本当中用全新的定向扩充探测福利取代原有的常规探测福利。那这是一个什么规则？对。这个我听明白了，你就听明白了，就是我可以自选是吗？对，你可以自选啊。对，你可以自选。我细说一下，就是在 3.0 更新后，所有的新老管理员，就是没错，就是老玩家，刚才也提到，可以享受到在卡池中新增定向的扩充探测。管理员可以从以上几名修正者中自选一位 UP， 以上几名修正者和此前的常规探测福利一样。最多40次抽取必定获得对应的 S 级修正者，并且抽取使用的也是同样的，也是用常规探测凭证。那定向拓充探测不限时，只要还没抽出 S 级修正者就一直存在，直到抽取到 UP 的 S 级修正者后，该卡池才会关闭，并且从探测列表中移除。哦，绝对不会歪。对，绝对不会歪了。2段话总结，一句话总结，专业的，绝对不会歪。对，那对应的就是也发点福利给大家嘛，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也向大家，就我们发20抽的这个黄票。好，这里值得有掌声。除了面向定向卡池之外呢，在 3.0 版本期间，我们也将开启一个自选扩充 UP 活动。自选扩充 UP 的范围是从 1.0 开服版本至 2.8 版本的共计30位 S 级修正者。那管理员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修正者进行抽取。那之前歪的同学们可以注意了。主要是补充自己的这个修正者的队伍嘛。我是学生，送我。不是什么生也不行。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抽，就是我这样想说一下，就是周年庆之际也会开启一个惊喜之礼的限时活动，这个是额外的，就是参加该活动的可以获得一位心愿修正者。它的形式比较特别，就为什么叫心愿修正者呢？就是这次从4月18号起，管理员们每日登录参与活动签到，就可以获得一个扭蛋机的游戏币。那么这个扭蛋机当中总共有30个 S 级修正者的扭蛋，和自选 UP 的修正者范围相同，就跟上面提到的30个是相同的。那么管理员在进行扭蛋抽取之前，需要填写一个心愿名单。然后每次抽取扭蛋后，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规则是都将从扭蛋机中移除非心愿名单的修正者。你抽着抽着，这个名单就是越来越小，就越来越精准。那扭蛋机最多是可以抽取5次的，所以管理员可以从抽到的5个修正者中，选择一位。对，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稍微有点复杂。有点复杂，一天少一个可以抽的。对，但是一定会命中，就是最后保底一定会命中一位你心仪的修正者。排除一些错误答案。也不是错误答案吧。排除一些不想要的修正者。又不完全自选。选了没有完全选。无选。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修正者。对。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开启周年庆限时签到活动。活动期间登录签到，可以获得共计10张探测凭证。这个就是直接签到福利。对。然后3.0 更新后，我们也开启一个携友同行的召回活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活动期间，管理员可以分享召回码，
回归管理员填写召回码后，双方都可以获得奖励。那么活动期间完成也是可以获得一个猫爪币，能够在商店猫咪黑市中兑换奖励。此外还有庆典回馈限时活动，活动期间管理员在任意探测卡池中消耗任意类型的探测凭证，达到一定数量，可以获得对应档位的奖励。本次的主要奖励会有30个苍鹭托特的情报，还有尼罗神系的沉睡之子，还有探测凭证等等。就是这个版本的托特这个角色的情报就会在里头。还有吗？还有吗？再来一点。同时，有换装商店也会有一批换装在 3.0 版本期间就是返场。那还有就是移转之花手冲双倍也会在 3.0 版本更新后重置。对，看来真的是大放血啊，人都瘦了一圈吧？没有了，一点没有了，一滴也没有了吧？好，那3.0版本的内容我已经帮大家拷问的差不多了。可是难得研发团队人这么齐在这儿，那是不是在关心一些别的呢？比如说3.0以后的事情。首先我这来透露一点吧，画一点笔。比如说管理员曾经去公费旅游过的一个地方，欧莫菲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欧莫菲斯，对，是一个美丽的充满艺术气息的浪漫的园志区。但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呢，其实有一个不起眼的孤岛，叫克里特岛。在之前的剧本当中有提到过，有一个叫灯塔骑士团的组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它是铃兰骑士团下属的一个主要是派遣去偏远的地方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骑士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调查兵团跟宪兵团的一个关系了。如果说铃兰骑士团是宪兵团的话，那灯塔骑士团就是调查兵团，可以这样去理解。然后，但你刚才说的那个岛之前应该是没有出现过，出现过吗？之前没有出现过，对。然后，然后在这个岛上呢，我们灯塔骑士团就住在那个岛上执行一个任务，灯塔骑士团的团长是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叫阿尔忒弥斯，那也算是我们蛮久之前就已经放过卫星的一个角色，然后他终于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剧情当中出场，然后会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克里特岛上，去展开一段就是可能在外界看来不为人知但是却堪称惊涛骇浪的一个故事。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之前的欧莫菲斯章节里有一些露过脸或者听过名字的角色，那在这一章剧情当中也会正式和大家见面。然后另外呢，说到欧莫菲斯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的特困生缪斯协会的这个小可爱俄利尼呢？然后这次我们的格里尼将向大家发出邀请请大家到他的这个梦境里面来玩耍。因为是大家的梦境里，所以剧情和舞台的这个画风会跟突变，对，会跟大部分剧情不太一样，非常可爱，充满糖果，心里面已经想到了，充满童话的元素。对，但是这个童话究竟是直贡像童话还是黑暗童话，这个就交给大家想象。交给你了。好，没事。然后还有接下来我们今年每年一度的夏活剧情今年的夏活剧情会在叙事模式上想要进行一个大胆的创新，大家会看到很多就是修正者与平时不一样的一面，然后跟他们经历一场很奇妙的盛夏的冒险。结合我们刚刚说到的情景 play， 那夏天也是一个很好展现的地方。除了泳装、环境、氛围，敬请期待。除此之外呢，其实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未来因为 PC 端的存在，我们会在角色模型，还有不管是头发脸部还有角色造型本身去做进一步的优化调整。这个虽然比较初期吧，我们会更加努力去把这块东西给摸透，并且提升自己的能力吧，然后去把这块东西呈现给玩家。好，大家都会期待的。期待。那在玩法上还有什么饼吗？我们后续的玩法呢，着重在这个常驻玩法上面，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多维变量肉鸽玩法，应该会在后续某个版本上面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优化提升，以及后面还有挑战
周长挑战关卡也将陆陆续续加入更多的 BOSS 在周长中，希望给管理员们每周的挑战都可以就是有个新鲜感这样子的。说到 BOSS， 我们正在做一些交互上的调整。往期敌人的身形可能过于魁梧，导致我们在战斗镜头这方面做的不够细致，可能会导致玩家对这个战斗沉浸式体验感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后续这个镜头优化也是我们未来打磨的一个重点。近期我们在天之子 BOSS 战中也尝试使用新的表达方式去提升乐趣感和代入感。除了 BOSS 战之外，我们后续也会重视更多这个相互博弈，然后见招拆招的人形 BOSS 战。希望管理员们再多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同时轻松有趣的小游戏也是我们持续优化的一个方向。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创意，欢迎在我们的咪咪频道中向我们提出，当然还有一些更遥远还在规划中的玩法。说了这么些饼，把计划都全给我偷完了啊！完了，你这就完了吗？我完了。你再想想，这个没有了吗？完了。我先给大家发2天会做福利，好不好？好。其实要有吧，也还能有一点啊，还有很多地。在这儿等我呢。就是2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和 Koi 可怡这个品牌，就是奶茶的一个品牌进行联动嘛。这是一方面，这是游戏外的一些联动。然后此外，我们还将携手这个中国邮政推出2周年的这个纪念礼盒。那除了定制的邮票之外，还会包含周年纪念币，还有4张带有留言的明信片。对，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对，然后还有一些2周年的周边啊，这些就是画面上的这一些。额外的就是冥王睡衣系列的 Q 版这个核弹也在有序的生产当中了，就是已经生产了。然后相信很快大家就会见面。有一个比较重磅的，就是对大家会期待这个正比例手办。哦，有了吗？要有了吗？对，终于要有了，是吧？有我们自己的正比例手办了，就是庚辰的这个海上的私语，那很值得拥有。对，1/7的正比例手办已经在原型监修的阶段了，然后大家先拿到，可以看一下这个原型。我有一个朋友，看一下规模，确定不是你？厉害啊！哇塞，这谁不想有啊？哇塞，哇，会声优啊！好，那么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大家都收获良多呢。那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管理员们说呢？那我一个个找哈。康康老师。我们作为剧情组，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创作精美的剧情，能让大家感动，或者能让大家燃起来的剧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加油！对，其实非常感谢管理员们对大眼的持续关注，以及给到大眼美术的认可和期许吧。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在这方面提升自己的实力，然后给各位管理员带来更多好的美术效果。谢谢。不客气。好，大壮老师。首先谢谢管理员们对我们游戏的喜爱，在未来的1年，我们也会持续推出更多好玩的玩法。请管理员们敬请期待吧。每次都给我们发福利的莫林当老师，这个评价有点高啊。这个好不容易1年到底了嘛，就是除了大家在这个小作文里面看到我，也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刷一刷好感度，是吧？但是这一次确实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改动，我还是想说一句，就是我们不是这种胸有成竹。一定要大家去适应我们的这个态度，就是如果有问题，如果真的用的不舒服，还是特别建议大家就直接到社区跟我们说，都可以说，对，都可以说，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会吸取大家的建议，一步一步去迭代去修改，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这个非常重要。努力。对，行，感谢大家的支持。好，谢谢大家，谢谢莫林高老师，谢谢大家。那么最后，作为星系管理员的奥丁董事长，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请大家不要走开。剑术讲究心神合一，而最重要的是不对位，完了！想不歪，来玩深空之眼。
精准锚定90发必出，不歪，70发专无必出，不歪，不歪，爽！深空之眼，不歪就是好，抽卡没烦恼。烤肉全球快过季，却想不起来要和谁一起大快朵颐呀！快朵